却说这日宝玉学里，太爷有事，放一天学。忽然想起惜春有好几天没见，便信步走到廖凤轩来。你这么一吃我这么一应，你又这么吃我又这么应，我要这么一吃呢？哎呀，还有一招反扑在里头呢，我倒没防备。你这个角不要了吗？怎么不要？你那里头都是死籽儿，我怕什么？且别说满话，试试看。我便打了起来，看你怎么办。这叫做倒脱靴，是太妙了！你这是怎么说？进来也不言语，这么使促吓唬人。你多早晚进来的？我头里就进来了，看着你们两个争这个犄角。妙公，你轻易不出禅关，今日何缘下凡一走？倒是出家人比不得我们在家的俗人。头一件心是静的，静则灵，灵则慧。在下吧。你从何处来？我是二哥哥，这有什么难答的？你没得听见人家常说的从来处来吗？这也值得把脸红了，见了生人似的。只是好久不见妹妹，怕造次了。我来的久了，要回庵里去了。于是二人别了惜春，离了廖凤轩，弯弯曲曲路过潇湘馆，忽听得叮咚之声，两人便走进来。哪里的琴声？想必是林妹妹在那里抚琴呢。原来她也会这个，怎么素日不听见提起？她以前在南方学过几时，只是不弄也就没有了。虽是手生，到底一理也就熟了。咱们去看看她吧。自古只有听琴，再没有看琴的。我原说嘛，我是个俗人。刚才青子韵是第一叠，如今杨子韵又是第二叠了。咱们再听。这又是一拍，何有似之深也？我虽不懂得，但听他的音调，也觉得过悲了。君弦太高了，欲无涉律，只怕不配呢。如何忽作变质之声？音韵可怜今时矣，只是太过了，便怎么？恐不能持久。哎，这是怎么了？你也不用多问，日后自知。鸳鸯姐姐请进。姑娘，鸳鸯姐姐来了。姑娘好。什么事？老太太因明年81岁，是个暗九，许下一场9昼夜的功德，发心要写3650灵一部的《金刚经》。果然是老太太。
老太太因心经是更要紧的，观自在又是个女菩萨，所以要几个亲丁奶奶、姑娘们写上365部，如此又虔诚又洁净。别的倒做不来，若要写经，我最信心的。你搁下喝茶吧。你写不写？姑娘又说笑话了，那几年还好，这3、4年来，姑娘见我还拿笔吗？这素纸一扎是写心经的。鸳鸯姐姐，请喝茶。这是写经时点着写的。知道了，让老太太放心。这么着，我也该回去了，那边又离不得人。姑娘歇着吧，我们去了。姑娘，您听说妙玉师傅的事儿了吗？他有什么事？我昨儿听邢姑娘和大奶奶他们说，自从和姑娘下棋回去，突然就中了邪，说是触犯了东南街角的阴人，强盗来找他们来了。姑娘，您说这不是奇事儿吗？妙玉虽然洁净，毕竟尘缘未断，可惜我生在这种人家，不便出家。我若出了家事，哪有邪魔缠绕？一念不生，万缘俱寂。大藏本无方，云何是因往？既从空中来，便向空中去。转眼已到10月中旬，天气陡寒，宝玉到了潇湘馆中。我在这里写经，只剩的2行了，等写完了再说话。妹妹，这幅《斗寒图》可是新挂上的？啊，可不是嘛！昨日他们收拾屋子，我想起就让他们挂上了。是什么出处？这眼前熟得很，还要问人吗？我一时想不起来。好，妹妹，你就告诉我吧。你怎么如今连这个也忘了？岂不闻青女素娥惧耐冷，月中霜里斗婵娟？对呀，这个实在新奇雅致，确好此时拿出来挂的。宝玉见黛玉身上穿着月白绣花小毛皮袄，加上银鼠坎肩，头上挽着随长云髻，簪上一只赤金扁簪，别无花朵，真比如亭亭玉树临风立，冉冉香莲带露开。二爷请用茶。这会子写完了，怠慢了。你这到底怎么了？你别嚷，今日我听见了一句话，我告诉你听，急不急？你可千万别言语。姐姐，你知道吗？宝玉定了亲了啊！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一个杯子碎了，我这收拾呢。
姑娘快歇歇吧。这是哪里的话？只怕不真吧？怎么不真？别人大概都知道，就只咱们没听见。你是哪里听来的？我听见师叔说的，是个什么知府家，家子也好，人才也好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说来。前儿不是叫我到三姑娘那里去道谢吗？三姑娘不在屋里，只有师叔在那里。大家坐着，无意中说起宝二爷的淘气来。他说宝二爷怎么好，只会玩，全不像大人的样子。已经说清了，还这么呆头呆脑。我问他是不是定了，他说是定了，是个什么王大爷做媒的。那王大爷是东府里的亲戚，所以也不用打听，一说就成了。这句话起，妹妹这2日家里没人提起，弹琴了没有？师叔也说是老太太的意思，若一说起，恐怕宝玉野了心，所以都不说。师叔告诉了我，又叮嘱千万不可漏风，说出来只道是我多嘴，所以在他面前也不说。今日是你问起，我不犯瞒你。谁知黛玉一腔心事，又窃听了紫鹃、雪雁的话，虽不很明白，已听得了7、8分，如同将身撂在大海里一般。思前想后，竟应了前日梦中之谶，千愁万恨堆上心来。左右打算，不如早些死了，免得眼见了意外的事情，那时反倒无趣。我略歪歪，你先出去吧。姑娘来了，快倒茶！姑娘来了，快倒茶！姑娘叫我们，可是要喝水。你们都去哪儿了？再找不出一个人来。刚才收拾杯子，没想姑娘会叫，一时没听见。你们先出去吧。二爷，走吧。黛玉又想到自己没了爹娘的苦，自今以后，把身子一天一天地糟蹋起来，1年半载，少不得身登清净。打定了主意，被也不盖，衣也不添，竟是合眼装睡。紫鹃和雪雁来伺候几次，不见动静，又不好叫唤，晚饭都不吃。这儿的话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？怎么不真？那师叔怎么知道的？是小红那里听来的。头里咱们说话，只怕姑娘听见了。瞧刚才的情形，大有缘故。今日以后，咱们倒别提这件事儿了。天烟
那黛玉对着一潭池水，只管呆呆的自看，正是寿影正明春水照，清虚怜我怜卿。姑娘，你怎么醒得那么早啊？可不是吗？睡得早，所以醒得早。姑娘睡也没睡几时，这会子又写经，只怕太劳神了吧？不怕，早写完早好。况且我也并不是为写经，倒是借着写字儿解解闷儿。往后你们见了我的自己，就算见了我的面儿了。原来黛玉立定主意，自此以后有意糟蹋身子，茶饭无心，每日渐渐下来。
宝玉下学时也常抽空问候，只是黛玉虽有万千言语，自知年纪已大，又不便似小时可以柔情挑逗，所以满腔心事只是说不出来。宝玉欲将实言安慰，又恐黛玉生嗔，反添病症。两个人见了面，只得用敷言劝慰，真是轻疾反疏了。那黛玉虽有贾母、王夫人等连续，不过请医调治，只说黛玉常病，哪里知她的心病？紫鹃等虽知其意，也不敢说。从此一天一天的减，到半月之后，肠胃日薄，一日果然粥都不能吃了。黛玉日间听见的话，都似宝玉娶亲的话，看见怡红院中的人，无论上下，也像宝玉娶亲的光景。薛姨妈来看，黛玉不见宝钗，越发起疑心，索性不要人来看望，也不肯吃药，只要速死。却说黛玉自立意自戕之后，渐渐不知，一日竟至决力。从前10几天内，贾母等轮流看望，她有时还说几句话。这2日索性不大言语。给老太太请安了，姑娘这会儿刚睡下。悄悄地拉了史书的手腕。上屋里去了。你前日告诉我说的什么王大爷给这里把二爷说了亲，是真话吗？怎么不真？多早晚放定的？哪里就放定了呢？那一天我告诉你时，是我听见小红说的。后来我到二奶奶那边去，二奶奶正和平姐姐说呢，说那都是门客们借着这个事儿想讨老爷的喜欢，往后好拉拢的意思。别说大太太说不好，就是大太太愿意说那姑娘好，那大太太眼里看得出什么人来？再者，老太太心里早有了人了。我听说，你快说呀！就在咱们园子里的，大太太哪里摸得着底儿呢？老太太不过是因老爷的话不得不问问罢了。又听见二奶奶说宝玉的事儿，老太太总是要亲上做亲的，凭谁来说亲？横竖不中用。唉，这可怎么说？白白的
要了我们这位的命了。这话是从哪里说起？你不知道吗？前日都是我和紫娟姐姐说来着，这位听见了，就落到这步田地了。你悄悄地说吧，看仔细，他听见了。人事都不行了，瞧瞧吧，做不过在这1、2天了。这还了得！你们有什么话还不出去说，还在这里说，索性逼死他也就算了。好姐姐，不是我说，你又该恼了。你懂得什么？若懂得，也不传这些蛇了。实在头里看着不好，才敢告诉的。回来见姑娘竟好了许多，也就怪了。你也别怪他，他懂得什么？看见不好就言语，这倒是他明白的地方。小孩子家，不嘴懒脚懒就好。那日后我要是哪处拧了疼了，就叫平儿报丧来，看老祖宗疼是不疼。你这个，再说我把你嘴给撕了。黛玉心中疑团已破，自然不似先前寻死之意了。心病终须心药治，解铃还是系铃人。不言黛玉病渐减退，且说紫鹃、雪雁背地里都念佛。姐姐又在为姑娘请愿了。是啊，希望老天开眼，保佑姑娘快快好起来。亏她好了，只是这病的奇怪，好的也奇怪。病的倒不怪，只好的奇怪。想来宝玉和姑娘必是姻缘，人家常说好事多磨，又说到是姻缘棒打不回。这样看来，人心天意，他们俩竟是天配的了。你在想那年，我说林姑娘要回南去，没把宝玉给急死，闹得家翻宅乱的。如今一句话，又把这一个弄得死去活来，可不说是三生石上100年前结下的吗？幸亏好了，咱们明儿再别说了。就是宝玉娶了别的人家的姑娘，我亲见他在那里结亲，我也再不露一句话了。这就是了。2位太太和二奶奶来了。老太太，老祖宗，跟老太太请老祖宗请安。好，好，这么早，在论什么呢？老远就听到你们的声音了。也没说什么，就是这1、2天听凤哥说，
下面的人都议论着，说林姑娘的病也病得奇怪，好也好得奇怪。前几日就觉着不行了，昨儿看去又像是要好的光景。下面人说，怕是中了什么邪。你们究竟不明白那丫头的心思，我真要告诉你们，宝玉和林丫头是从小在一处的。我只说，小孩子们又怕什么？以后时常听得林丫头忽然病忽然好，都为有了些知觉了。所以我想，他们若近着搁在一块儿，毕竟不成体统。你们怎么说呢？林丫头是有心计的，至于宝玉，呆头呆脑，不避嫌疑是有的。看起外面，却还都是个小孩形象。此时，若忽然或把哪一个分出员外，不知道漏了什么痕迹了吗？古来说的“男大须婚，女大须嫁”，老太太想，倒是赶着把他们的事办办也罢了。林丫头乖僻，虽也是她的好处，我的心里不把林丫头配她，也是为这点子。况且林丫头这样虚弱，恐不是有寿的，只有宝丫头最妥。不但老太太这么想，我们也是这样。但林姑娘也得给她配了人家才好，不然哪个女孩子家长大了没有心事，倘若真与宝玉有些私心，若知道宝玉定下了宝丫头，那倒不成事儿了。自然先给宝玉娶了亲，然后给林丫头说人家，再没有先是外人后是自己的。况且林丫头年纪到底比宝玉小2岁，依你们这样说，倒是宝玉定亲的话，不许叫他知道，倒罢了。你们都听见了，宝二爷定亲的话，不许混吵嚷，若有多嘴的，提防着他的皮。是。凤哥儿啊，你如今自从身上不大好，也不大管园里的事，我告诉你，须得尽点心。不但这个，就像前年那些人喝酒耍钱，都不是事儿，你还精细些，少不得多分点心，严禁严禁他们才好。况且我看他们也就只还服你。这点子事，老祖宗就放心吧。胡说知县办差颠倒，一时撂着。且说薛姨妈思量着薛蟠之事，家里又被金贵搅得翻江倒海，坐卧不宁，一时伤心，掉了眼泪。妈妈，
太太，姐姐，坐吧。大哥哥这几年在外头，相遇的都是些什么人？连一个正经的都没有，都是些狐群狗党。我看他们哪里是不放心，不过是过来探探消息罢了。昨天都被我赶出去了，以后吩咐了门上，不准这些人再进来。又是蒋玉菡那些人啊？蒋玉菡却倒没来，倒是别人。我虽有儿，如今就像是没有了的。就是上司准了，也是个废人。你虽是我侄儿，我看你比你哥哥明白些。我这后半辈子全靠你了，你自己从今更要学好。再者，你聘下的媳妇儿，家道不比往时了。若邢姑娘也像这个东西，我也不说了。邢姑娘实在是个有廉耻、有心劲儿的，又守得贫，耐得富。只是等咱们的事情过去了，我早些把你们的正经事完结了，也了了我一宗心事。齐妹妹还没有出门子呢，这倒是太太烦心的一件事。至于这个，可算什么呢？唉，这些自不用你操心了。太太有心，一直惦记着我。我看太太气色倒是不好，应该要自己保重身子，多补一补。外面的事儿，自由我们来打理。唉，还不是被你嫂子那泼妇闹的。我今天听说邢姑娘在院子里受了婆子的气，幸亏有凤哥护着，我心里怎么都不舒坦。邢岫烟住在贾府园中，终是寄人篱下，况且又穷，日用起居不详可知。可是有些人偏叫他有钱，娇惯得这般泼辣，岫烟要受这般的苦，眼王叛命的时候，不知是如何判法的。你能明这个理儿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人家的女孩子出门子不是容易，再没别的想头，只盼着女婿能干些，她就有日子过了。且说金贵打发宝蟾送了些酒果去探探薛科的消息，哪知宝蟾一直薛蟠难以回家，正欲寻个头路，今见金贵所为，先已开了端了，他便乐得借风使船。送来就完了，怎么又劳动姐姐呢？好说，都是自家人，何必要说这些套话呢？再者说了，这次大爷的事儿实在是叫二爷操心了。大奶奶呀，其实早就说要弄点什么亲自给您送来，可是又怕别人多心。二爷您是知道的，在这个家里啊，大家都是言和意不和，送点东西不要紧，倒没的惹人七嘴八舌的讲究。所以呢，今儿个大奶奶亲自吩咐，稍微的送1-2样果子，1壶酒，还说了叫我悄悄的送来。还有啊，明儿二爷可就别说那些话了，叫人听了怪不好意思的。我们不过就是底下的人，服侍得着大爷就服侍得着二爷，这又何妨呢？果子留下吧，这个酒姐姐只管拿回去。我在酒上向来是有限的，挤住了偶尔喝一盅，平时无事是不能喝的。难道姐姐和大奶奶还不知道吗？别的我都做得了主，独这一件事儿，我可不敢应。那大奶奶的脾气，二爷您是知道的。这要是我回去回了话，大奶奶可不会说您不喝，倒要说我不够尽心了。您拿着吧。他还说了，他呀
要来亲自给您道法呢。替我谢过大奶奶。天气寒，看凉着。再者，咱们自己叔嫂也不必拘这些个礼。好，那二爷您慢用着。好，我先走了。奶奶，你说他怎么不吃果子，也不喝酒呢？哼，天下哪有这样没造化的人？薛科听了，这才知道他们原来是这番意思。闷来也想吟诗一首，写出来除出胸中的闷气。只混写道：蛟龙失水似枯鱼，两地情怀感所居。同在泥土多受苦，不知何日享清虚。快念念。男在县里也不受苦，母亲放心。但昨日县里书办说，府里已经准降，想是我们的情到了。岂知府里降上去，道里反驳下来。亏得县里主问相公好，即刻做了回文顶上去了。那道里却把知县申斥。现在道里要亲提，若一上去又要吃苦。必是道里没有托到，母亲见字，快托人求道爷去，还叫兄弟快来，不然又要解道。银子短不得，火速，火速！偏白